众所周知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有好几个版本，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聊聊明朝筹印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个版本延续了北宋张择端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构图形式，采用了青绿重彩的方式，色彩鲜艳。它描绘了明代中期苏州一方面繁荣昌盛的生活场景，一方面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通过一些有趣的图片，穿越到明朝，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，靠什么谋生，有哪些交通工具，又有什么娱乐。营生篇。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各种谋生方式，有摆地摊的，有四处行走的小货郎，有街头卖艺的，有自己开店铺的，有船运经商等等。其中最基本的是捕鱼和农家种田。捕鱼。那么明代人是如何打鱼的呢？从图中可以看到，他们使用方形的网状渔具来捕鱼，而渔具是由网片、绳索、浮子、沉子等组成，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体现式网具。网眼的大小决定了捕大鱼还是捕小鱼。这种方式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操作。到今天还可以看到这种捕鱼方式。农田灌溉。明代人又是怎么种田灌溉的呢？这张图展示了农民在田地里劳作和灌溉的技术。画面右边那两个人踩的叫踏车，他们通过左右交替踩车来引水，是一种聪明但比较辛苦的灌溉方式。左边的茅草亭下面是一种齿轮状的灌溉设备，也叫翻车。翻车可以通过手摇，也可以通过牛转圈拉，水平的旋转带动着数项齿轮来循环提水，比踏车效率要高很多，非常类似现在农村地区普遍使用的泵机。地摊。清明上河图有3个地方描绘了摆地摊。这张图是摊主在卖容器、古董类的，他们有的在桥上，有的在路边。而这张图是摊主用拨浪鼓吸引顾客来买他的货品，看上去像在卖吃的。小货郎。这张图是货郎小贩的写照，他们在城乡中四处活动卖货。货郎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职业。这些图像虽然跨越数百年，但货郎形象改变不大。第一，他们的货郎担架非常实用。从画中可以看出，他们主要有2种类型，一种是肩扛的支架式，另一种是背负的箱柜式。当然也有拿着单棍扦插式，比如像这个卖扇子的。其次，货郎们的装束都非常朴实，毫不花哨。第三，货郎所叫卖的主要是饮食与日用品。杂役表演。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，这4个人带着自己的行当，正在行色匆匆地赶往他们的表演场地。他们扛的是同一种行李，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。前面的人回头看中间2个人，而中间2个分别扛着兵器，他们很可能是卖艺的。店铺。清明上河图里有几百个店铺，各行各业。这里列举几个有趣的店铺。首先是有专门技术的商铺，比如这张图显示了一个铁匠铺的场景，图中3个人光着上身在挥动锤子打铁，后面还有个炉子，炉子的后面是一个男子正在拉风箱。再比如这张图画的是卓龟算命店，古代人们用火烧龟甲，然后观察它的裂纹来推测吉凶。图中算命师正在给一个顾客解说龟甲裂纹，而顾客的朋友在旁边安慰他。当然还有医生，那个时候看病也有分科了，有专门看内科的，注意到看内科的旁边是买药的，医生写好药方，病人就去取药，很方便。也有专门看男女科的，还有专门看小儿科的。看小儿科的屋檐下还挂了4副广告牌。说起店，当然离不开吃店，另外还有零食点心店，比如图中是一家各色细果补膏店，还有这张快餐店。这张图描绘了一家鲜鱼面店。还有卖鱼的，就像这张图中画的是一家卖鱼店，注意到它旁边那个水循环的设备，
可见在那个时候，它就能让鱼缸中的水反复循环，保持新鲜，让鱼在里面可以活得更久些。除此外，还有酒店、画像馆、鲜花店等等，数不尽数。生活娱乐篇：学堂。清明上河图记录了社会各个层次的生活娱乐。在这张图中有私塾先生，还有8个儿童在2个书桌上念书，看上去像今天的小班制。这8个儿童都是男的，没有一个女童，可见当时不普及对女子的知识教育，只是要让他们知晓礼法和妇道。婚娶，这是当时婚娶的仪式，前面是举牌的，紧接着是吹打乐器的，中间是带着嫁妆的，后面是抬轿的、顶着行李的等等，看上去很有气派。赛龙舟，这张图中出现了龙舟、凤舟。当时明朝龙船比赛比前代还要繁盛，演变成纯粹的体育娱乐活动。从明宣德时期到弘治时期的端午节期间，皇帝均会陪太后观看赛龙舟，而民间赛龙舟更加兴盛，苏州更是突出，这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秋千，这张图描述的是在一个大户府内，环翠门前假山的旁边，有个大小姐正在荡秋千，旁边4个女子正在观看。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秋千。宠物，同一个大户府内，他们在后院圈养了鹿、仙鹤等动物，以供私人观赏。观赏美景，这张图画的是几个看上去像士官穿着的人员，聚集在高台上，一边观赏美景一边聊天，看上去很逍遥自在。旁边的仆人正在生炉烧水。青楼和舞台歌榭，明代的苏州城有很多青楼风尘女子，筹银版增加了许多青楼和歌榭舞台。图中这座青楼在深院中竖起，楼中女子吹拉弹唱，玩得很开心。还有这张武陵台榭，几个官员们正在看歌姬跳舞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看普通人的娱乐活动。蹴鞠，这里很多人围着在看踢蹴鞠，蹴鞠就是今天的足球。看戏，这张图台上人在表演，而台下聚集了无数观众，有的从自家院子里看，有一个站在树上看，旁边还有个小贩子，好像是在卖饮料类的。卖艺，这张图展现的是街头卖艺，还有个西域玩杂耍的，周围聚集了一批观众。关于这张图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信息，但非常有趣。画中有一招牌高高竖起，上面挂着8个人物画像，有一个拿着扇子的人在收观众的东西，猜测他可能让观众认一点招牌上的人物，然后开始说书，最后收钱。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如果您知道请留言。交通工具，陆运。在清明上河图中有个很有趣的一幕，6匹驴子拉着一辆货车，还有2头备用的驴走在旁边，货车有2节前后套在一起，每节满载着货物，有点像今天的货运车，只不过是用驴力作为动力。明朝拉货的车主要以牛、驴、骡、骆驼作为动力，根据货物的重量和数量来增加或减少动物的数量。除此外，图中画了很多独轮车的使用，独轮车可以装很重的东西，这给小商贩们带来很多方便。独轮车也可以用来载人，客人坐在独轮车上，前后都有2个把手，可容2人前拉后推着走。这种独轮车是可以出租的。在图中中心地段有一个专门出租这类车子的店，门口停着4到5辆独轮车等待出租。图中还有一个很少见的4轮人力车，轮子很小，客人坐在车上，车夫在前面拉着走。
水运。除了陆上交通工具以外，水上交通工具发展得更快。这些货船有可折叠的船帆，河上有3座大小不一的拱桥，方便大型船只通过以及两岸的往来。图中我们看到挂着不同的旗号的货船。图的左下角有一面旗子，黄色背景，红色太阳。据说隆庆开关后，明朝的商船出海贸易，效法葡萄牙、荷兰等国商船的惯例，在船头竖一面国旗，以便区分其他国家的商船。明朝虽然没有国旗，但也有日月旗。日月旗是分开的，日旗有红圆圈代表红日，月旗有白圆圈代表月亮。图中的旗子很可能是日月旗中的日旗。后续，这卷《清明上河图》本来归明代收藏家向元变所有，到了清代，乾隆把它收为己有。1922年，溥仪将此卷《清明上河图》连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等等1000多件珍贵书画带出宫后带到沈阳。1945年，溥仪携图出逃被截获。1950年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。总结：看住这栩栩如生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有一种置身于画中的感觉，看到了苏州城的市井生活和不同职业，感受到了明朝时期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，同时也体会到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间百态。随着时间的变迁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也会被不断的解读和传承。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。如果您喜欢，请记得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下次见。